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沙森。那这个重庆的丰都啊，自古以来呢，就是进入地狱的地方吧，随处都能看到关于地狱的一些文化吧。那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去探寻的那个丰都鬼城吗？里面随处啊，同样也都是鬼门关，让人看到了当死亡以后呢，走向地狱的这个过程吧。虽然这一些啊，大多都是民间的神话故事，但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个恶魔啊，当开始蠢蠢欲动的时候，想起这一些地狱的东西啊，还真是有一些警示的作用吧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探寻的啊，同样也是在丰都，但是这个地方它最邪门的呢，就是很多人啊，把这里呢称作为阴间的最高法院，而且里面啊藏有数不清的秘密和怪事。现在好像还废弃了，那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地方？里面又隐藏着什么秘密呢？今天我们的故事啊，就要从这里开始。你看现在高速公路啊开始堵车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前面啊发生了什么交通事故，而且现在车流量啊特别的大。你看丰都啊，其实离主城区呢还蛮远的，从我们那个地方到丰都鬼城大概有200多公里的路程吧。而丰都鬼城其实很早以前啊就已经有了，而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盛行的吗？不知道，但应该有几百上千年的历史了吧？几百上千年啊，没错，好像它始建于2000多年前的东汉时期吧。然后在盛唐时期的时候呢，好像是达到了一个顶峰的状况。像当时我们熟悉的一些小说啊，什么《西游记》啊，还有《聊斋志异》吧，这里面都曾经啊，记载过丰都鬼城吧。而早期像丰都鬼城呢，一般都是用作于那种祭祀的活动啊，或者说什么庙会之类的。而真正啊，它变成景点的话，应该是在上世纪大概80年代以后吧。像上一次啊，我们买票去参观的那个丰都鬼城呢，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胜地吧。而我们今天要去探寻的，虽然也是鬼城，但是呢，它却并不是著名的旅游胜地，而是一个荒废多年的诡异之地吧。那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呢？那便是一度啊曾经炒得沸沸扬扬的鬼王神宫。以前我曾经啊在网上看过许多关于它的一些神秘的传闻吧，说是早年间的时候啊，一到半夜的时候呢，这个鬼王神宫里面好像就能传出那种滴滴答答的声音，就有点像是那种吹唢呐吧，就像在办着那种丧事一样。这听上去真是有一些奇怪啊。可是走近以后呢，一看，哎，连半个影子啊都看不到。还有人说，曾经在他的那些墙角附近啊，就能看到那种穿官袍人的那种黑影，然后脸呢又是青的，而且脚啊还不沾地。这听上去不就是传说中的阴差吗？阴差啊，好像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。而要说这个鬼王神宫呢，其实最早啊，它可以追溯到大概是明朝的时候了。你想那会儿啊，大多这些建筑呢，都是在古庙啊或古观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修建吧。后来经历了不断的这种翻修以后呢，可是不管怎么去重新的修建吧，在它的那些墙壁上面啊，那种线条总会有一些啊，看上去就像是人的脸一样啊，白天看着挺模糊的，但是一到晚上的时候啊，就看得特别的清楚，听上去还真是挺有趣的。而现在我们离目的地呢，显示还有90几公里，依然啊非常的堵车，我估计还要堵大概有10几公里吧，又是漫长的煎熬。前方经过丰都长江大桥，全长600米。300米后绕环岛右转。
200米后绕环岛右转。绕环岛右转，进入联兴路。折腾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啊，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丰都鬼城了。你看对面的那座桥，熟悉吗？你知道那座桥叫什么名字吗？吊桥吧。吊桥，这就是著名的阴阳鹊桥。上一次啊，我们是走过这座桥的。而你看丰都鬼城呢，就在那片山上面。它的旁边底下这里啊，有一个气势恢宏的大楼，看上去是不是很像寺庙一样？而这栋楼啊，已经都废弃了，这也是过去的一个旅游观光的景点吧。而我们要去的那个鬼国神宫呢，就往这一条小路走。很难想象啊，从这一条小路进去，竟然可以通到鬼国神宫。你看周围这些地方啊，是拉上了铁皮，应该是有很长时间啊，没有人来过了。从这里我都能隐约看到鬼国神宫了，你看，就像一个城墙一样，在那个远处。我们得从这条小路下去。你看底下那个地方修建了一半，停工了。从这里走。哎，我感觉好像这路啊都已经被拆掉了，还是说就坏掉了呢？你看底下露出了钢筋，路有点不太好走啊。今天的气温啊，应该得在41度了，非常的炎热。这里的气温啊，和埃及差不多，不过好在呢，树荫比较多。从这里就可以通到阴间最高的法院哦。哦，旁边这里能看到很多的一些雕像了。就在这里，哇哦！周围两边啊，全部都是各种雕像。这是谁？你看，认识吧？不认识。我好像也不认识哎，好像这是什么恶官？这是不是麻官？你看这个人啊。肚皮是开着的，难道这是破膛开肚吗？里面还有一个像恶魔一样的东西。两边的这一些啊，应该都是阴间的阴官，又或者说是那种判官吧。中间这里还有一个挺高的雕像，不知道是阴间的哪一位官老爷呢？哦，这是丰都大帝，他可是掌管鬼城地府的大爷哦。你看，在过去啊，一定来这里的香客啊非常的多，而且香火不断。但是现在呢，来这里的游客啊，可以说是寥寥无几，也没有谁啊再来给他供奉香钱了。身上的衣服还是蛮华丽的，而且两边呢还有这种神兽。
连这个阶梯啊，就通向鬼国神宫了。现在已经是长满了杂草。哎呀，这阶梯啊，真是特别的高。你看，走上来以后啊，正对着的，这就是它的入口了。你感觉这看上去啊，像什么？像一堵城门一样，而且下面还有一个大鬼。大鬼啊，确实啊，你看这个城门啊，是不是很像那个长城？以前曾经啊，就听说过一句话：万里长城呢，永不倒。而现在来到这里啊，是不是有点像那种阴间的城门？真恐怖！这个鬼啊，真是有点面目狰狞的感觉，张着口，而要进入他的这个嘴里呢，才能进到阴曹地府。而在最上面呢，清晰可以看到4个字：鬼国神宫。那看来啊，这果然是进入阴曹地府的入口了。而刚才我发现啊，你看这里。这什么摄像头嘛，或者说是监控吧，都已经破了，或是倒掉了。这就有点像是以前常常听到的一句话：监视个鬼啊！那感觉像是在地狱的面前啊，毫无任何的招架之力，任何高科技都不管用了。高科技都不管用了，就像是来到了这个地狱的地盘以后就失灵了。不过现在看这个入口啊，真是蛮霸气的，它的高度大概有10几米高吧。那现在呢？我们就要从它的血盆大口之处啊进入喽，走。绑好安全带哦，进地狱了。哦，地狱的大门啊，已经是破烂不堪。据说当年啊，修建这个宫的时候呢，是按照阴阳八卦来修建的，所以如果不懂行的人啊，进来以后可能就会迷失在这里面。哎，稍等一下，那边是什么？旅游购物。稍等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哦，这里面好黑呀，空间还蛮大的。这里面有一个厕所，底下有很多蝙蝠屎。那上面雕了很多的铁丝。嘿，有人吗？全部吊在空中的，这以前的购物中心，这像是购物中心吗？这是另外一面的城门，关上的。哇，还有阶梯可以上去。走，我们去看一下。这上去应该就通向城顶了吧？绿色的阶梯啊，特别高啊！这一个值班室，你看这是2楼，哇，这里面好大啊，上面还可以通向3楼。有事请敲门。这门都没了，值班室，什么都没有。好像上面放了一只手哎，我感觉这里面就像是没有装修好。
有点像是那种烂尾楼的意思，特别的大。这边还有很多房间，好多蝙蝠屎。哇，你看，一脚踩下去啊，全是蝙蝠屎。那是卫生间呢。走。哇，特别的阴冷啊！果然是鬼城啊！国泰民安，又是一个卫生间。这里有一个非常惊悚的东西。就是一个手臂，就放在这里，上面还放了一些香烛，现在就只剩下了这样残缺不全的一个手臂吧。但是你看，就放在这个桌子上，难道以前是在扳手腕吗？这样扳手腕的时候是输给他了，还是他输了呢？真是蛮诡异的。这么空旷的一个房间密室当中，就只有这样的一个手臂。真的有点像是那种没有装修好的，或者说是烂尾楼吧。你看对面的那栋楼啊，非常的大。不过现在根本就没有修好啊，因为上面的那些钢筋水泥全部都露在外面，这显然啊应该就是烂尾楼了。不过底下的空间啊真是非常的大，所以就像刚才我们前面说到的，你看过去啊，如果把这个地方真是打造成为一个旅游景点，按照那个阴阳八卦图来修建的话，说不定真的你进来参观的话，就有可能迷失在这个里面哦。你看那边的墙上好像还有一尊菩萨。哦，在那个地方啊，果然没错啊。你看那个墙的中心的地方有一尊蛮大的菩萨，不知道是不是观音菩萨啊？走，从这里没有路了。这边还有一个门，通向什么地方？看一下。哇，这直接掉下去了！看来在这个鬼门关啊，一定要多加小心啊！这一不小心，可能瞬间就去见阎王了。嘿，哇，这边也是没有路。这边上面啊，就通到城墙了。我们从那边走，安全一点。来。风很大，这是刚才底下看到的这个城墙了。看对面的风景，是挺漂亮的。在那个半山腰处啊，都能看到玉皇大帝的帽子，而那个著名的丰都鬼城呢，就在山上面。而这一面啊，却是特别的冷清吧。
山上我刚刚看到还有一些民家，结果仔细一看呢，全部都是荒废的。走，我们换一个地方看一下。再去这一边的阶梯啊，看一下，这里还可以通到3楼，看一下3楼是什么地方。看来我们上不去了，这门啊都被砖头堵死了，一道铁门，没办法进去了。走，我们去那边再看一下。这面，稍等，我过来看一下。刚刚看到这一面好像还有一些房间，地上感觉像是有什么东西烧过的痕迹。哇，这边挺危险的。嘿，这里面会通向什么地方？还有玻璃，像来到了一个酒店一样，装修的好像还挺不错的。嘿，沙发，像是一个豪华的包间啊。也就只有这里面呢，稍微装修了一下，像 KTV 一样。KTV 啊，是有人在里面好像玩过什么游戏，看还有钳子，就这样的。破烂不堪。哦，那面就出去了，好像就。啊，是一样的。小包间，这是什么？热烈欢迎战友同仁共赴四川，什么重整神功，先头部队，2002年。看来这先头部队，哎，全部都已经牺牲了。还是没有重整的好啊！你看大晴天的来到这个鬼国神宫啊，周围不见一个人，而且看到这些面目狰狞的家伙，真是有一丝恐惧吧。所以让我想到了一句话，就是以前说“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呢？”现在我们真是踏到了这个鬼门关以后啊，看上去呢，真是还有一些惊悚的感觉。所以你知道我现在心里面在想什么吗？不知道。我在想啊，如果遇上鬼的话，那我们该怎么跑呢？走。